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于正说临江仙一定爆，白鹿曾瞬息憋笑憋出内伤。于正豪言临江仙必爆，白鹿曾瞬息强忍干笑成全场高光时刻。最近临江仙的群访片段在网络上热转，引发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与热议。作为该剧的制片人，于正一上来就放出豪言壮语，态度那叫一个自信满满，连空气都能感受到他的战斗力。他拍着胸脯说临江仙必定是2025年中国电视剧的第1名。如果不是，那我这些年研究剧本的心血可就白费了，我的回家闭关再重新钻研。这么斩钉截铁的语气，不禁让人感叹一句：是梁静茹给了他勇气，还是他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？于正这信念感，几乎能把观众从沙发上直接拽进片场。他不止一次强调必爆，那神情和语调，仿佛已经提前拿到了年末颁奖典礼的最佳剧集奖杯。不过，相较于他的高调宣言，坐在他旁边的2位主演白鹿与曾舜晞的反应则是另一番精彩。他们的社死表情，直接贡献了采访中最有戏剧张力的瞬间。尤其是白鹿，一边努力维持专业的微笑，一边忍不住低头捂嘴偷笑，简直要把嘴角的笑意用力憋进5脏6腑里，眼神里分明写着：导演你冷静一点啊，我真的快憋不住了。而曾舜晞则是一脸错愕加尴尬，活像是被突然叫去参加高考的考生。他的眼神频频游移，表情如同吞了一个柠檬加苦瓜。网友直接调侃：他是不是在内心默念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能不能马上离开这场合？最搞笑的桥段出现在白鹿心里默念6网络用语，意味厉害，结果现场收音太好，话筒直接把他的内心独白原封不动地播放了出来。这种感觉就像你在会议上心里偷偷吐槽老板，结果隔墙有耳，被老板当场听了个正着，社死程度直逼年度 TOP 级别。采访结束后，这一幕在网络上被网友剪辑成表情包、鬼畜视频等2次创作，迅速发酵。一时间，白鹿憋笑，曾舜晞社死，于正放话临江仙必爆等关键词登上了多个社交平台热搜榜。很多网友表示，于正的高调宣传虽然有点夸张，但不得不说，确实让人对这部剧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有粉丝笑称，我甚至开始期待临江仙不爆，这样才能看到于正回家闭关研究的那天。也有理智派观众表示，剧好不好，还是得看剧情、演技、制作这些基本面，营销归营销，最终还得作品说话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于正的这种自信式宣传并不是第一次。他曾为《延禧攻略》造势时，也是一副我最行的态度，结果该剧真的成了现象级爆款。因此也有不少粉丝表示，他这么说，也许是真的有底气。此外，从临江仙目前曝光的物料来看，无论是服化道的精致程度，还是对白鹿和曾舜晞的角色设定，都充满了古典韵味与情感张力。作为一部古装权谋与爱情并重的电视剧，它不仅延续了于正团队一贯的视觉系风格，更融入了当下观众偏爱的情感拉扯、悬疑反转等热门元素。而白鹿与曾舜晞的搭配，也被不少网友称为意外惊喜。一个温婉坚韧，一个少年义气，两人之间的互动从采访开始就已经火花四溅，再加上这次群访中的大笑名场面，直接拉高了观众对他们在剧中表现的期待值。综上所述，不论临江仙最终能否如于正所言爆成年度第1，仅从目前的热度来看，他已经在尚未开播时就赢得了极大的话题度和关注度。如果剧本过硬，演技在线，节奏紧凑，那他确实有潜力成为2025年的一匹黑马。
至于于正是否会因为打脸而闭关修炼，我们还是先搬好小板凳，静待临江仙开播吧。2. 仙侠剧全新物种诞生，于正称将成2025开年王炸，爱奇艺大会名场面，于正的物种宣言引发行业地震。2025年4月23日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上，当于正说出临江仙和当下大部分剧集已不是一个物种时，直播弹幕瞬间被于妈又开始了坐等打脸等评论刷屏。这位曾打造《延禧攻略》鬓边不是海棠红的话题制造机，再次用全新物种的豪言为新剧预热，搭配白鹿、曾舜晞的双强 CP 设定，成功在影视圈扔下一枚舆论炸弹。1. 双角色设定的野心与挑战。白鹿饰演的李清月花如月，从青云宗最底层弟子到仙界大神的身份跨越，被于正形容为从尘埃到云端的极致反差。这种一人分饰两角的设定，在仙侠剧中并不鲜见，但于正强调不是简单的黑白对立，而是灵魂层面的自我博弈。据造型团队透露，白鹿的2套妆造光定妆就耗时17小时，底层弟子的粗布麻衣有37处补丁细节，大神形态的鎏金裙装镶嵌2000颗琉璃珠，光效团队为其设计的月光涅槃特效，单帧渲染成本达8万元。2. 曾舜晞的转型攻坚战。从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少年张无忌到临江仙的大成玄尊白酒司，曾舜晞此次挑战沉稳内敛加运筹帷幄的高冷人设。现场播放的片花中，他在初见李清月时，从眼神明滞到嘴角微颤的微表情变化，被镜头慢放3次捕捉。武术指导透露，曾舜晞为呈现仙界第一战力的打戏，提前2个月接受威亚特训，单场打戏最长吊威亚6小时，最终呈现的剑指星河名场面，镜头连贯度达98%，创下仙侠剧打戏长镜头纪录。于正的物种革命，从孵化到霸权到叙事革新。1. 行业首个双强情感经济学。临江仙主打双强不是对抗，而是共生的情感逻辑，区别于传统仙侠男主拯救苍生加女主负责恋爱的模板。白鹿解读角色关系时提到，李清月会在白酒司部下的仙阵里找出破绽，白酒司会因为李清月的叛逆打破仙界规则，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互相颠覆的基础上。这种势均力敌的情感模式，暗合 Z 世代对平等恋爱的价值追求。数据显示，近3年双强人设剧集的豆瓣评分均值6.8分，高于传统仙侠5.9分。2. 于正的孵化到霸权再升级。延续《延禧攻略》的莫兰迪色系美学，临江仙开创仙凡双世界视觉体系，凡间场景采用宋代工笔画质感，云雾特效融入千里江山图的青绿色调，仙界场景则借鉴敦煌壁画飞天元素，仙衣飘带的动态轨迹经过流体力学计算，确保打斗时既有飘逸感又不失力量感。服装总监透露，仅白鹿的2套主服装就申请了3项外观设计专利，其中月光甲的鳞片式结构可随情绪变化呈现12种光影效果。仙侠剧同质化困局，于正能否成为破局者？1. 行业数据下的残酷现实。2023年至2025年备案的127部仙侠剧中，89%采用上古神器加3生3世套路，豆瓣均分跌至5.5分，观众对历劫黑化等情节的疲劳度达78%。临江仙选择双强人设加仙门权谋的复合叙事，被业内视为对琉璃沉香如屑等剧的降维打击。某影视数据分析机构指出，如果能在情感线中融入职场隐喻，如底层弟子的逆袭逻辑，有望吸引25至35岁的下沉市场观众。2. 于正的争议性护城河。从抄袭争议到审美霸权，于正的每一次出手都伴随着2极评价。
临江仙》尚未播出，已有网友翻出角色设定疑似撞车重子仙门权谋线，类似千古绝尘的质疑。但不可否认，其团队在营销节奏上的精准把控开机时，白鹿曾瞬息体型差登上热搜，拍摄期于正片场发火路透曝光，发布会抛出全新物种概念，每个节点都踩中社交媒体的传播爆点。舆情监测显示，该剧未播先火的词条累计阅读量已达12亿。结语：于正的全新物种宣言像一把双刃剑，刺向同质化严重的仙侠市场。当白鹿的双强女主遇上曾瞬息的高冷仙尊，当服化道的极致追求碰撞叙事模式的微创新临江仙已然成为2025年影视行业的重要观测样本。正如某制片人所言，我们需要于正这样的搅局者，哪怕带着争议，也能倒逼行业思考。当 IP 红利耗尽，仙侠剧的下一个突破口究竟在哪里？